2017年1月以来，反华媒体连篇炒作湖南维权律师谢阳遭受酷刑的消息。某水果小报甚至若身临其境般的制作出了场景还原动画，什么疲劳审讯啊、殴打呀、烟熏呐，只有正常人想不到的，就没有反华媒体创作不出的。毕竟，还记得天津二中院门口的那场喜剧吗？但是，基于谎言的创作，终究不会是真实的新闻。不过，又是一件见证什么叫无良媒体的艺术。I'm changing it from fake news, though. Doesn't that undermine? Very fake news. Yeah. 面对反华媒体的接连恶意炒作，中国官方早就多次进行了澄清。最先行动的是湖南检察院，在得知这一信息后，他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调查。就是因为我们刑事执行检察局的任务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的，所以我们主动成立的这个8个人的调查小组独立调查。经过我们的调查，这4块的内容，就是说可以肯定的说不属实。什么？裤子都脱了，你竟然只给我看这个？中国官方的辟谣能信？别急，连酷刑文章的始作俑者江天勇都出来辟谣了。我现在很郑重的说，这确实就是我编造的。其实最开始是因为名利嘛，因为名利走上这个路，网上经常见你的名字，哇，这个律师可以就是很容易的就会带来案件案源嘛。他为了澄清没有召回学生逼供，就很可能让律师会见，那我们就能达到实现律师会见的这样的初步的目的。如果他不让律师会见进一步证明我们的猜测是对的更有可能是这样的，那这个媒体传播就更厉害了这样就是总之无论哪一样我们都能实现我们的部分目的，效果越好那越高兴，还管他什么编造不编造了，还管他真实不真实呢？说公安人员怎么样对谢阳进行酷刑，怎么样殴打他，我们去编的话，不容易编一个怎么打的过程，不容易去写，不容易去说，干脆就把这个过程给省略了。怎么打他不好说，反正打得很厉害，厉害什么程度呢？半夜叫救护车来了有细节嘛，不光有大的故事轮廓，也有细节。这么一来，大家能够展开想象。本次谢阳案，理性的观众应该早就发现他最大的漏洞了吧？反华媒体所引说的所谓谢阳代理律师的笔录，是2017年1月4日和1月12日完成的，但反华媒体所描述的那些细节，却是完全抄袭自2016年10月江天勇所创作的酷刑系列文章。谢阳的代理律师是穿越了，还是穿越了呢？其实每当这种海外炒作开始后，无论中国官方怎么辟谣，反华媒体、反华势力以及一些被蒙蔽的读者都会主观选择无视，或者认为是官方造谣。这是利益使然，也是长期被反华媒体洗脑后的必然结果。庆幸的是，天津二中院门口的那出闹剧，教会了我们反华媒体原来可以这样制造新闻，让我们不再轻易为媒体所绑架。此外，大家是否思考过，为何反华媒体要在2017年1月中下旬开始疯狂地炒作酷刑概念呢？其实这不过又是一起配合美国政府新法案实施的自嗨闹剧。2016年12月，奥巴马政府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用来打击酷刑、洗钱等行为，声称要制裁这些行为的实行者，措施包括冻结财产、限制入境等。按规定，法案批准后的120天内，即2017年3月份，美国国务院要拿出第一批实施报告及其所属的制裁名单。为了配合美国政府的行动，海外民运分子反华势力迅速成立所谓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专门策划了谢阳案的炒作，在线征集长沙警方相关干警的个人和家庭信息，试图将他们纳入制裁名单，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顺便说一句，也不能怪境内外反华势力最近如此热衷编瞎话炒作，毕竟特朗普上台后明确表明要削减海外民运经费，如果他们再不好好表现一下，那未来的生计可能都要成问题了。犯华不义，切烦且珍惜。You're f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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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all fired. All four are fired. 简而言之，还是回到开篇时的那个问题：中国的官方辟谣能信吗？能信吗？能信吗？